大家好，我是一佩。有人说贪欲是受骗的开始，不管是理财、感情或是生活，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对治我们的贪欲呢？其实人心就像是一个容器，时间久了总是会有垃圾，只有定期清理才能放下不该有的念头。在这边呢，一佩有几个关于贪欲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。在一座森林里面呢，有几只野猪非常的凶悍，经常威胁到村里人的安全。几位有经验的猎人呢，很想捕获它们，但是这些野猪呢，非常的狡猾，从来都不上当。有一天呢，有一位老人呢，他领着一匹呢拖着2轮车的毛驴呢，走进了野猪出没的村庄。老人告诉当地人，他要帮他们来捉野猪。但是早就失望自己的人们不相信，甚至于嘲笑他，因为他们认为年轻力壮、经验丰富的猎人都做不到，那么一位老人家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但老人家还是进入了森林，他找到了野猪经常出没觅食的地方，然后他在空地的中央撒少许的谷粒作为诱饵。那些野猪经不住诱惑，好奇地跑了过去，开始闻味道，然后猛尝了一口，其他的猪也跟着吃了起来。第二天呢，这老人又多加了一些谷粒，并且呢，在几尺远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木板。那木板呢，吓跑了野猪，但是呢，谷粒的美味呢，还是吸引着这些猪。不久，他们又返回来吃了。就这样，老人每天在谷粒的周围多加进一些木板。每次野猪总会远离一阵子，但最后呢，还是会走进去吃谷粒。2个月之后呢，围栏做好了，而那些野猪呢，照样无所顾忌地走进去，最后自然就被关在了围栏里面了。其实这世界上哪有白吃的午餐？天上掉馅饼的地方，地上往往就是一个陷阱。一个人贪欲过剩，你贪吃什么，最终就会引导你走进贪欲的围栏里，然后再也走不出来，从此失去了自由跟幸福。当然有人说，这是因为生活太不富足了，所以才会有贪欲。这在安徒生的童话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个寒冷的夜晚呢，有一对老夫妻在他们的小茅屋里面说着，遵守上帝的戒律，不去犯罪，那是有钱人的事情。谁会在吃饱穿暖的时候还去做那些上帝根本不允许的事呢？上帝听到了他们的抱怨，于是就派一位天使把他们接到一个富丽堂皇的房子里。房子外面有美丽的花园，里面有温暖的壁炉。天使告诉他们，主人要你们在这里尽管住下去，不用再担忧衣食的问题。只是天使指着桌上有一只很普通的陶瓷碗说，任何时候你都不要打开这一只碗，否则主人就会赶你们出去，回到你们原来的茅屋。那对夫妻呢，非常的开心，天下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既然有吃有喝，还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，谁还会去在乎那一只碗呢？这对夫妻有吃有喝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并没有在意那一只碗，只是他们的幸福到最后变为平淡了。这对夫妻开始对那一只碗产生了好奇，开始猜测那个碗里面到底扣着什么。终于有一天，老头大喊，不行，再不打开那只碗，我就要疯了。上帝既然给了我们这么多，还在乎这个破碗吗？于是他打开了那一只碗，但没有想到那碗里面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时天使又出现了，对他们说，你们有了曾经渴望的荣华富贵，但却还是放不下一只普通的碗。当人们在担心食衣住行的时候呢，一般都不会去想到它。但当有了安稳的生活，就很容易饱暖思淫欲。打开了那个碗，不但什么都没有，反而失去了自己往日所拥有的幸福生活，甚至还会招来一身的麻烦。因此，我们都应该学习不放纵自己的贪欲，因为如果放纵贪欲，就可能失去可贵的自由。佛陀有个故事是这样说的，有一只鸽子是一群鸽子的领袖，他带领着500只的鸽子。有一天，鸽群正在国王的花园里面找食物，就被国王给发现了。于是国王找狩猎之人呢，张网捕捉了他们。一下子鸽群全部都被抓了起来。厨师们拿出了上好的粳米呢，每天喂养这些鸽子。这些鸽子呢，被喂养得非常肥壮，也成为众人的佳肴。但鸽子们对国王说，我们都被关在笼子里，怎么样才能飞得出去呢？
国王对歌群们说：“你们应该要绝食不吃，这样就可以保全性命。”从此之后呢，歌王就自己绝食，肥硕的身体日渐消瘦，终于能够通过笼子的间隙飞了出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放纵自己的贪欲，就会没有慈悲心，没有慈悲就不会有一切的功德。人生而善良，但随着长大，内心被世俗所沾染，被物欲所遮蔽，慢慢会变得贪婪。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减去内心的贪欲，让本来的良知能够呈现出来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也欢迎您订阅刘一佩频道，请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有最新的影片通知哦。